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先画前面的叶子，再把后面的发丝勾勒到前面来。我们之前有说过，越前面的东西我们越后处理，所以叶子跟头发它们当然是最前面的，所以我们后面一点，最后几天处理。当然我们也快结束了。在画叶子之前，我现在给它染一个还算蛮鲜艳的橘红色。最后这一层染色，其实我们是可以因应情况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画面在这个阶段太过于灰了，太过于缺乏色彩了，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最后一层给它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那我用的蓝跟橘，其实你知道它就是补色嘛，所以它们两个在画面上会产生一种比较冲突的闪烁的效果。染完色以后，我现在用散行笔将它们融合在一起。那你依稀就会看到我们染上去的蓝色跟橘色在画面中有一点影响，但是也没有很强烈，是一种还蛮自然的色光上面的一种影响。那前面有说过，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画好叶子跟发丝，那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画叶子了，所以我们的设定是非常的明确的，我们要非常深入的，不是 detail 是 deep， 不是细节是深入，我们要非常深入的把叶子的感觉画好，要符合这个画面。也许我们会处理一些叶子上面的 detail， 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处理出叶子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人上面放叶子，这在我自己的创作的想法里面啦。因为人是有生命的，那在我的创作的思考逻辑里面，叶子应该说植物本身也代表一种生命的象征，所以我在讲的深入 deep 就是在谈我们要表现的不是叶脉而已，我们当然会表现叶脉，但是我们要表现的是叶子本身的生命力跟人类的生命力是有一种呼应关系。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目标，所以画叶脉画叶子的 detail 它只是一个辅助，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透过小笔我现在加的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皮肤的颜色的亮，但是我加这个亮更重要的工作是为了衬托出叶子的影子，还有我要衬托出我们之前有刻意使用溶剂让颜料滴流下来的效果。那如果它是一团灰色，这个滴流下来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一点点凸显，除了凸显影子，也凸显滴流下来的效果，然后到处去做一些整理。现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我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等一下要刻画最后的细节了嘛？那你看我现在，我有点像是故意在破坏它，因为我们不想要让我们描绘的时候一直局限在边界线里面，所以在真正刻画最后的细节的时候，我反而会先故意破坏这个边界线，让它稍微打散一点，然后才使用散行笔，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先把它打散，先把颜料让它边界线是模糊的或者是被破坏的，然后我再统整，再重新回过头来刻画细节。那透过这样的流程呢，你会有某种程度，你不会破坏以前做的东西，但是会让以前做的更带有一些自然的变化，而不会让
画图的人，也就是我，一直拘泥在刻画边界线上面，那这对画面来说是不好的。做完了前面的前置作业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刻画最细节的部分了。那我们一样从比较后方的开始，也就是枝干的部分。那你会发现它现在变得很好画哦，因为我们已经把造型有一些地方打破了，然后有一些地方刻意的加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简单很多。我们只要拿起正确的亮色的笔，然后当然我们会避开一些低流的地方，让低流的地方自然化，就是有点避开，然后有点画过去这样子。那因为画面是很湿的，所以这个部分你应该会很好处理。那我们现在拿起亮色的笔，然后记得注意这边我们要保留起影子交叠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变得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去寻找哪些地方还有亮色，一边保留影子交叠的比较深的颜色。那个比较深的颜色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做破坏的染上去的那一层新的颜色，一边保留这些深色，一边刻画枝干的细节，枝干的质感。我们就延续着我们刚刚已经调出来的颜色，一路的往右边前进，因为我们尽可能一个颜色跟一个区块就一次把它做到完。那像后面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就把前方看作是剪影，我们就透过画后方的亮，将前方的剪影明确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开始刻画叶子，比较绿色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前一个动作，我们画细节之前先做破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将我们后面的动作都只限缩在处理亮色、处理亮的造型，因为暗的造型以及它的比较深的过渡带，在我们前面那个动作的时候已经做完了。我们暗的颜色有变化了，然后过渡带也透过染色做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专心的处理亮色的区域，然后以及亮色的细节就好了。那么呢，既然这边是处理细节嘛，所以我们开始将比较深入的叶脉还有叶子边缘被光线照到，从而可以暗示出叶子的厚度的亮色画出来。然后当然我也会进行一些细节的刻画。那在这个阶段，细节刻画要到什么程度，其实就端看你自己对画面的追求。你也可以不断的再深入下去，只是你要知道画面的所有关系都是相互影响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把叶子深入到更深的程度的时候，相对的你的脸部的 detail， 这个就不是 deep 了，而是 detail， 也要跟上叶子的 detail， 因为它们是一种相互关系嘛。你不太可能说你叶子画的每一根叶脉，然后叶子的纤维都非常的清楚，甚至你连叶子上面的小虫都画出来。有时候有一个时期，荷兰的小型静物画派就是会这么做。那他一旦追求到这个程度，代表你画面其他的地方也都要追求到这个程度。他们会把植物上面的蚂蚁啊，植物上面的昆虫全部画出来。那它每一个地方都会画到这样子的深入，比如说它也会把葡萄上面的粉尘也跟着画出来。那就看你自己是不是要在你的画面中追求到那个程度了。
只是我们常常在追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会太过僵硬。就算不太过僵硬，也会让你画面的核心、真正的内在的中心思想，被如此细腻的细节抢走它的思想的焦点。那这个权衡，这两者的权衡关系，在我们写实绘画里面一直都是一个课题。就是你究竟应该描绘到什么程度，你的情绪的传达跟技巧的展现，两者要到什么样子的比例才是一个最佳比例。那这当然跟厨师还有调酒的师傅都是很像的，这思考都是很像的。你究竟应该这个多一点还是那个多一点？你究竟应该更大的比例去做这件事，还是应该更低的比例去做那件事？这永远是一个课题，也是我们永远在审美上不断思考的部分。然后这个阶段同时也是我们微微调整、修整树叶或者是画面这个区域的造型的好机会。我们可以透过小笔慢慢的将造型的美感修整到你心中理想的状态。那因为这边进展的也是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让各位专心的听音乐，好好的看我怎么把这个地方处理完。我们等到下一个阶段再进行配音。等一下见，拜拜。
好，我们回来。当你刻画到一个足够深入的程度，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好吧，可以停止了，它的画面的状态到达一个和谐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起小笔。因为我前面之所以会特别形容的这么深入，是因为叶子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最后一个步骤，所以你必须要很谨慎的判断，是否我要到这边完成了，是否它足够好了。如果都没有问题，你自己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拿起小笔来将它做最后的融合进你现有的画面之中。小的分叉的笔融合完油画颜料以后，我们再拿起扇形笔做最后一个大的统整，一个大的整合的动作。这个步骤永远最难的是你如何判断你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你要如何保留多少你画过的地方，以及要消除多少你画过的笔触，要取得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你知道最难的永远都是恰到好处究竟在哪里。好，最前面的叶子处理完了，满意了，自己觉得可以接受了，最后我想再回过头来加一次发丝。虽然我们都说发丝已经是最后一次加了，可是永远我们还是会常常改变主意，因为你看它看久了，你会找到哪里还可以更好的地方。那至少我是这样子要求自己的啦，所以那我们也就是全程的记录下来，跟各位分享我是怎么样面对画面，以及我是怎么样思考，我如何追求到一个极致。这么说好了，虽然这个极致也是我自己心目中给自己的标准，但是我们总是要不断的超越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只跟自己比较，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再更深入一次，所以即便是我已经做到很满了，但是我还认为它可以再好一点点，所以这一层我还是会把发丝继续做下去。那现在我们的发丝就不是要再继续往更多的发量去画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关键性的、更有构图的效果意涵的发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拉的发丝，它都会带着一点补足画面的功能，补足构图不够完整，或者是补足色阶不够亮等等的功能，它要有作用的，它要有意义的。那么做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开始拉一些打破造型的线条出来了。举个例子，我们开始拉出覆盖到脸覆盖的更多的发丝。我们之前的发丝只会游走在它的主要的区域的边缘就是头发的大区块，我们的发丝只会游走在它的边缘。但现在我们是那个不要做了，我们反而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发丝的位置，特别是覆盖到眼皮，它会通过眼皮，有一些还会通过鼻子，有一些还会通过到嘴巴，就是飘散的更多的，包含我们现在拉到整个头发的区域的发丝，也是跟那些主要的方向是要不一样的，是要更飘逸的。
然后有一些当然我们要故意的覆盖到前方的叶子。那这边你可以尝试稍微再更飘散一点，再让头发的线条更随意一点，因为头发本来就真的是不可控的嘛，所以我们也去把这种不可控的感觉多表现出来多一点。特别是有一些你故意让它通过特别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就是眼皮嘛，你让它通过眼皮，让它通过鼻子的阴暗面，因为头发本来就是不可控的，所以你刻意的去避开重要的地方反而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尽可能的把头发的特征表现出来，因为它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终于快要结束这张画面了。好，最后我们拿起扇形笔，把某些局部我们线条让它不要这么的锐利，比如说物体的前方如果有物体，这个物体的后方的发丝最好是模糊一点，比如说前方的叶片、叶子们，那叶子后面的发丝我们最好让它不要太过锐利，但是有一些发丝可以保留下来，因为它会覆盖到前面的叶子。其他的地方也挑一些是比较模糊的，记得微妙的控制你扇形笔的力道，因为刚画完的发丝特别容易被破坏掉，所以我们顺着它的发丝走，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工作。特别的短，没错，因为越到后面我们要画的范围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前面做完了。下一个工作天就会是我们最后一个工作天，然后我在这边先做一个预告，在下一个工作天我将会分享一个特殊技巧，这个技巧也只有等到最后一层才能够做。我们下一次见，拜拜。